穆里尔眼神一震，罗森豪普特，那是这个国家的名字，这意味着你是王室成员。阿尔弗雷德手抚胸口，微笑点头，没错，我是国王的弟弟，你不记得我了吗？穆里尔面颊泛红，殿下，他靠近他，叫我二，因为我将成为你的未婚夫，米莉。穆里尔瞳孔骤缩，震惊的僵在原地。阿尔弗雷德眼中闪着光，我们那时约定过的不是吗？他竖起一根手指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什么？他俯身靠近，所以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呢？穆里尔彻底石化，大脑一片空白。天空晴朗，白鸽飞过宏伟的宫殿。罗伯特男爵站在庭院里，双手交叠看着女儿。听好了，米莉，在王都，人人都穿鞋。罗伯特目光坚定。穆里尔站在父亲面前，夏天也穿吗？穆里尔微微蹙眉，听起来好热。罗伯特继续说，在王都，所有女人都穿裙子。穆里尔反问，但您打猎时也穿裤子不是吗？罗伯特回答，我想王都的女人不打猎。穆里尔神情困惑，那他们怎么吃饭？罗伯特双手交握，他们买食物。买，他解释道，每天都有商人卖东西，有商店。王都街头人来人往，店铺林立，卖肉、卖菜、卖面包。在贡扎拉领地，除了冬天，人们都光着脚，鞋子只在特殊场合穿。人们亲手制作所需之物，剩下的就以物易物。无法自己的鞋子和布料，就等商人来买。但在王都什么都能买到，所以什么都需要钱。罗伯特递出一个钱袋，首先是你的房租。穆里尔接过钱袋，身体一沉，然后是生活费。钱袋压得他弯下腰。学费。罗伯特又丢来一个钱袋，这是路费。穆里尔尖叫着被压倒，彻底埋在钱袋堆下。罗伯特俯视着女儿，明白了吗？总之，去找个有钱的男人。穆里尔从钱袋下探出头，是父亲。罗伯特神情严肃，钱很重要，但技能更有价值。去找个健康的丈夫，懂医学、法律、测量或土木工程，嫁妆越多越好。穆里尔站起身，一脸难以置信。清醒一点吧，父亲，我怎么可能找到那种人？罗伯特眼神锐利，不，他语气一转，尽管如此，也要让他实现。太不讲理了。罗伯特说出自己的计划，我打算用你丈夫的嫁妆买一匹完马，那样明年的收成就会更好，修好城墙就能抵御魔物，我们就能拯救生命。如果你的丈夫懂医术，他就能减少村民的病痛。你的姐姐玛丽娜就嫁给了一位优秀的税务会计师，多亏了他，我的文书工作量大大减少了。穆里尔叹了口气，是啊，玛丽娜很漂亮，而且身材丰满，我根本比不了。罗伯特凑近女儿，村里的老奶奶们说，他们要教你秘诀，不择手段抓住一个有能力的男人，不能空手而归。穆里尔震惊的尖叫，什么？几个村妇围坐在桌前，神情庄重。一位老妇人开口，小姐，您将肩负伟大的使命，我们愿用智慧和技巧助您一臂之力。穆里尔不知所措，好的。一位妇人微笑着，小姐心地真好。另一位补充道，就是有点太男孩子气了。一位老妇人看着穆里尔，仔细看的话，小姐的脸蛋很可爱，她的皮肤清新又有光泽。一位老妇人补充，就是有点太晒了。另一位妇人点头，她的腿又长又直，很漂亮，就是有点太高了。一位妇人继续评价，身材紧致匀称，但胸部有点欠缺。穆里尔猛拍桌子，别先夸后贬啊。一位妇人严肃地看着他，你需要更有魅力，否则抓不住男人。穆里尔一脸不情愿。秘诀一，双臂交叠于胸前，制造出乳沟。穆里尔照做，像这样吗？村民们沉默地盯着他，不行吗？太无理了。秘诀二，够远处的东西时，要用远离他的那只手。什么意思？你要我伸长手臂去拿吗？为什么？一位妇人竖起食指，因为那样看起来更迷人。穆里尔一脸不耐烦，好麻烦，注意你的态度。秘诀三，尽可能多地触碰男士，比如不经意地把手搭在他肩上。穆里尔惊叫，绝不可能，那太不庄重了。穆里尔双臂交叠，够了，我不可能一直装下去，他应该喜欢我本来的样子。一位老妇人开口，亲爱的，这是生活的真相，那就去找一个爱你本来的样子的男人。但是甜心，就像我们就算爱吃肉，也不能不加盐，懂吗？夜幕降临，穆里尔背着行囊告别，那我就走了，10个银币不能再低了。不，这位穆里尔小姐身手不凡，甚至能当保镖，光是保镖费就该付我们10个银币。车夫打量着他，那个瘦弱的小姐不可能。穆里尔卷起袖子，展示出结实的臂肌。天啊，看看那肌肉，她太壮了。罗伯特轻笑一声，藏在衣服下面而已，那就试试他，来场比试试试看。壮汉走上前，俯视着穆里尔，你确定吗？穆里尔反手一拧，壮汉的手臂被瞬间制服，他脸上满是痛苦与震惊。穆里尔迅速绕到他身后，匕首抵住他的喉咙，像这样吗？车夫看着他，你们没有马，食物也是个问题吧？罗伯特坐在货物上，我们确实没有马，但食物可以解决。穆里尔捡起一颗石子，眼中映出飞鸟的影子，他猛地掷出石子，石子划破长空，精准击中一只鸽子，鸽子应声坠落。罗伯特看着坠鸟的方向，穆里尔什么都能搞定，鸽子烤起来像鸭子一样美味。车夫咂了下嘴，好吧，这是他该死的5枚银币保镖费。他抛出钱袋，穆里尔稳稳接住，这是我的报酬，对吧？他开心地捧着钱袋。罗伯特看着他，我到底为你的王都之行花了多少钱？村民们围着穆里尔，保重记得写信给我们，如果遇到困难，随时可以回家。一个孩子补充道，但别空手回来。穆里尔坐在马车上，眼眶湿润。村民们在车后追赶，小姐，带个有钱的男人回来，最好是医生，别忘了用上那个抬胸技巧。如果可以多带几个男人回来，也给我带一个。马车在乡间小路上远去，奔向远方。马车驶入繁华的王都，一座宏伟的城堡矗立在眼前。穆里尔抵达王都，他向车夫挥手告别。他走在繁华的街道上，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。哇！他被橱窗里的裙子吸引，又被面包店的香气诱惑。突然一声尖叫划破喧嚣，来人啊，抓住那个小偷！一个男人拎着手袋冲过人群，快抓住他！穆里尔眼神一凛，他迅速转身，右脚猛地跺地，小偷被绊倒，表情扭曲，身体失去平衡。穆里尔旋身，一记利落的高踢腿，精准命中他的下巴。小偷应声飞出
手袋，脱手而出，他重重摔在地上，穆里尔稳稳落地，双手叉腰，一脸得意。手袋的主人快步跑来，激动地看着穆里尔，啊，谢谢你！他紧紧握住穆里尔的手，真的太感谢你了。发生了什么？一个卫兵跑过来，他看着骚乱的人群，出什么事了？穆里尔的绿眼睛亮了起来，这么快就遇到男人了？难道说是未来的丈夫人选？卫兵道谢，感谢您的配合，小姐，但这里很危险，请把剩下的交给我们。穆里尔点头，好的。随即他飞速冲向卫兵，双眼放光。你有妻子吗？年收入多少？卫兵一脸惊慌，我们很赶时间，先失陪了。啊！一个健康的年轻人，他跪倒在地，伸出手，一个声音响起：你好，伊洛娜。伸出手，我的名字是伊洛娜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伊洛娜扶起穆里尔，请让我到那边的咖啡馆向你表示感谢。他指向远处，那里的蛋糕真的很好吃。咖啡馆大门打开，咔嗒一声，穆里尔和伊洛娜走了进来。店内装潢华丽，桌上摆满精致的甜点，闪闪发光。穆里尔双眼圆睁，脸颊泛红。这里是贵族的宅邸吗？伊洛娜笑着解释，不是的，是咖啡馆，我父亲几天前刚开的。他补充道，托他的福，这里很受欢迎。穆里尔呆呆地环顾四周，哇，都市真厉害。一名女仆走来，鞠躬示意，这边请。穆里尔和伊洛娜跟着女仆走向一张空桌，穆里尔坐进椅子里，椅子如云朵般柔软，他想象自己陷进巨大的花朵。伊洛娜微笑着，请随便点，我请客。穆里尔接过菜单，好的，菜单。他盯着菜单上的陌生文字，满脸困惑。伊洛娜的手指划过菜单，这达达拉斯茶是什么？它很受欢迎。伊洛娜手托着脸颊，加牛奶喝，味道很好。穆里尔看着他，原来如此。穆里尔指着菜单上的符号，那这个是什么意思？伊洛娜解释，是5枚铜币的意思。茶不过是树叶和热水，就算烘干树叶需要功夫，那也太贵了，一杯茶要5枚铜币。伊洛娜笑着摆手，不用担心付钱，这是我父亲的店，所以免费。伊洛娜指向菜单，这款蛋糕是这里最受欢迎的一款。穆里尔看着菜单，要7枚铜币，一个蛋糕要7枚铜币，怎么会？虽然我吃得下，但如果上来一整个就麻烦了。穆里尔舔了舔嘴唇，蛋糕被端了上来，他瞳孔收缩，这么小，冷静，免费续杯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？伊洛娜探过身子，要糖吗？他揭开一个糖罐，伊洛娜问，你的茶里要加糖吗？穆里尔眼睛放光，哦，拜托了。穆里尔看着勺子里的糖，从未见过这样的糖，这是枫糖吗？枫糖浆是将枫树枝熬制而成，橙褐色，颗粒稍大，必须不停地熬煮，直到树枝变稠，制作过程非常费力，所以才珍贵。生日那天只能得到1小勺，在家人的注视下，我品尝它，感受1年1次的珍稀味道，1年才能尝1次的糖，如今浮在我的茶里。穆里尔高声喊道，开动了。伊洛娜突然一惊，穆里尔有些不好意思，抱歉，在家吃饭前，我们都会发自内心的大声感谢。伊洛娜掩嘴轻笑，真可爱。穆里尔尝了一口，眼中闪过一道电光，好甜，非常甜，太甜了。伊洛娜微笑着，也请尝尝蛋糕吧。穆里尔插起一块蛋糕，他闭上眼睛，美味甜蜜，盘子空了，已经吃完了，一定会有续天的。续天没有来，伊洛娜的声音响起，要不要尝尝别的蛋糕？穆里尔激动地回应，要，请务必。又一份蛋糕端上桌，穆里尔眼中闪烁着光芒，高举餐叉。穆里尔舔着嘴唇，我还没吃饱。他猛然惊醒，冷汗直流，但我一口就吃掉了，价值7枚铜币的蛋糕。对不起，我2口就吃掉了这么贵的东西。伊洛娜探身看他，微笑着说，没关系，不用在意。他继续说道，想吃多少就吃多少，反正卖不掉的也得扔掉。伊洛娜看着穆里尔，不过只吃蛋糕可能会腻吧，我让他们准备一些小点心。伊洛娜身后浮现出光芒和翅膀，宛如天使，她拥有一切，而我没有。穆里尔眼中含泪，满怀感激，谢谢你。侍者推着餐车走来，上面摆满了新的点心。一名英俊的棕发男子走过，他递给伊洛娜一盘点心，给你。穆里尔盯着他，哇，好帅。他小声对伊洛娜语，一个年轻人，你能把他介绍给我吗？伊洛娜捂住嘴，一脸震惊，什么？你在说什么？穆里尔向他解释了缘由。伊洛娜随即大笑起来，太好笑了，米莉的爸爸，他最棒了。穆里尔一脸无奈，说真的，他对女儿期望太高了，我怎么可能追到那样的男人？伊洛娜伸出手，我来帮你，我们一起找个好男人，好吗？他俏皮地眨了眨眼，将食指竖在唇前。伊洛娜和穆里尔握手，好。马车缓缓停下，穆里尔望向窗外，阳光温暖地洒在他脸上，他露出一抹微笑。抵达王都的第1天，我就交到了朋友，这件事一定要写信告诉大家。终于到了，这里就是我暂住的地方。穆里尔走向大门，他深吸一口气，大声呼喊，你好，我是穆里尔，请开门。周围人都看向他，投来异样眼光。穆里尔脸色一沉，糟糕，我忘了这里的习惯。雪莉的声音在脑中回响，在城里我们用一种叫门铃的东西，想叫屋里的人就用那个门铃。穆里尔盯着门边的铜铃，找到了，他伸手拉动铃绳，清脆的铃声响起，门内传来声音，来了来了，请问是谁？马蒂尔达打开门，他上下打量着来访者。穆里尔微笑着自我介绍，我是穆里尔，从今天起就拜托您了。马蒂尔达捂嘴轻笑，哎呀呀，我是马蒂尔达，您长得真像罗伯特大人。穆里尔笑容一僵，那可不是什么好事。罗伯特爽朗的笑脸浮现在他眼前，马蒂尔达轻笑起来，那我说你像雪莉你会更开心吗？穆里尔一愣，雪莉，他的母亲夏洛特贡扎拉，一位绝世美人，她的美貌令万民臣服，她的话语即是律法。亲爱的雪莉，这名字不适合你。穆里尔低下头，是的，我妈妈才是美人，所以我跟她长得不像也很正常吧。马蒂尔达点点头，我们进屋聊吧。穆里尔小姐，你的房间已经准备好了。穆里尔浑身一颤，他跟在马蒂尔达身后走上楼梯，请叫我米莉吧，被叫小姐会让我浑身不自在。马蒂尔达推开一扇门，房间沐浴在金色阳光中，哇，太棒了，这么可爱的一个房间，太
太完美了，是吗？哈哈。马蒂尔达眯眼笑着，等你安顿好下楼来喝茶。穆里尔从裙子里掏出一个沉重的布袋，好重，爸爸说过绝不能弄丢这个袋子。他环顾房间，得把钱藏起来。他把布袋塞到床底下，又塞进衣柜，最后藏进枕头里。穆里尔抱着一个玩偶，把它也放在枕头上。穆里尔将一袋金币倒在桌上，请收下这个。马蒂尔达看着金币堆，天啊，这可真不少。马蒂尔达摆摆手，都说了我不需要。穆里尔认真的说，不，我要在这里叨扰很久，我觉得这些还不够呢，剩下的我可以用身体来偿还啊，我是说用劳动来偿还。我会做饭、洗衣服，还会劈柴和打猎，大部分事情我都能做。穆里尔挺起胸膛，家里的事都交给我吧。马蒂尔达轻抚膝盖，呵呵，那我就请你帮帮忙吧。最近我膝盖疼，爬楼梯很吃力。穆里尔眼神坚定，包在我身上。于是穆里尔开始打理家务，擦窗户、洗衣服，照顾菜园。夜深了，马蒂尔达在走廊里听见厨房传来声响，他悄悄靠近。穆里尔背对着门，高高举起一把菜刀，寒光一闪，他猛地劈下。马蒂尔达吓得捂住嘴，发出一声尖叫。穆里尔闻声回头，他放下菜刀，哦，对不起，我吵醒你了吗？他挥舞着双手，我马上就做早饭。穆里尔笑容灿烂，煎蛋、煮蛋还是炒蛋？您想吃哪种？马蒂尔达一脸无奈，天啊，米莉，你不用做这些的，旅途劳顿，你该多睡会儿。穆里尔端起茶壶，不行，如果我偷懒，妈妈会大发雷霆的。他为马蒂尔达倒茶，请坐下休息吧，我来泡茶。一杯热茶被端上，茶香四溢。马蒂尔达轻啜一口，他闭上眼享受着，真是好茶，你一定是被雪莉好好训练过了。穆里尔点点头，是的，他说好茶是找到好男人的第一步。马蒂尔达放下茶杯，明天就要开课了吧？你今天打算做什么？穆里尔双手抱胸，我就在城里逛逛，顺便买点晚餐的食材。马蒂尔达微笑着，真不错，玩得开心点。穆里尔走在熙熙攘攘的街头，他停在一个面包摊前，请给我一个香肠面包。摊贩递过面包，好的，一共5枚铜币。香肠面包闪着诱人的光泽，穆里尔舔了舔嘴唇，5枚铜币，我的父母非常节俭。父亲的声音在脑海中响起，你的零花钱来自人民的税收，要像对待他们的血液一样，珍惜每一枚硬币。这些话语从小就刻在我心里。小贩来到镇上，我用微薄的零花钱买了一个娃娃。父亲的声音响起，那是你的零花钱，你可以随意使用。父亲接着说，那个娃娃3枚铜币，在你买下它之前，要感谢付了这3枚铜币税的村民。幼小的穆里尔抱着娃娃向村民们鞠躬，汤姆叔叔、英格阿姨，谢谢你们，我可以买这个玩偶吗？村民们笑着，当然可以。他紧紧抱住那个娃娃，笑得无比开心。那个娃娃成了我的珍宝，我甚至把它带到了王都，它就躺在我的行李箱里。5枚铜币，穆里尔眼神变得锐利。香肠面包就算了，好吧，我去打猎。他来到一片开阔的河岸，有了，动物总是在水边聚集。穆里尔捡起一块石头，瞄准远处的鹿群，他猛地掷出石头，石头呼啸而去，正中目标，抓到了。穆里尔扛着鹿回到家中，他走在街上，路人纷纷侧目窃窃私语。糟糕，我忘了王都的女人是不打猎的。一个金发男人拦住他，嘿，小姐，你扛着鹿做什么？穆里尔回答，我刚才在湖边猎到的。男人一脸惊奇，真的吗？用陷阱抓的吗？穆里尔摇摇头，用石头。男人眼睛一亮，用石头，太厉害了，真有本事。他接着问，那你打算怎么处理他？穆里尔回答，我准备带回家自己处理。男人指了指街角，你把他带到肉铺，他们会帮你处理，还能收购。穆里尔眼睛瞪大了，真的吗？男人点点头，他们会扣掉处理费，然后把钱给你，你想吃的部分也可以留下。穆里尔喜出望外，他抱着鹿，眼中闪着金光。肉铺老板看着鹿，满脸赞叹，小姐，你自己抓到这么好的猎物，太不可思议了。穆里尔看着手中的几枚银币，他想起了烤肉串的美味，下次我一定要吃香肠面包。第二天，穆里尔换上一身新绿裙，她有些羞涩地转了一圈，怎么样？我平时不这么穿。马蒂尔达和丈夫相视而笑，很可爱，真的很适合你。穆里尔开心地笑了，真的吗？谢谢。穆里尔挥手告别，那我出门了。他来到宏伟的学院大楼前，阳光洒在洁白的建筑上。穆里尔和其他学生一起仰头看着公告栏上的名单，然后他冲进教室喊道，伊洛娜。伊洛娜抬头看向他，米莉。穆里尔紧紧抱住伊洛娜，太好了，我们竟然在同一组，简直像做梦一样，我刚才还担心会一个人呢。他放开穆里尔，我知道了，所以我让他们把我们分到一组。穆里尔有些困惑，伊洛娜自豪地挺起胸膛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大部分事情都能用钱解决。穆里尔钦佩地看着他，真不愧是你。一个男人站在讲台前，他声音沉稳，好了，各位，请就坐。学生们安静下来。穆里尔和伊洛娜也回到座位上。男人站在讲台后，我将负责这个小组。他向众人致意，我的名字是克里斯，专攻剑术。穆里尔坐在桌前，双眼放光，双手在胸前握紧。剑术。他手抚胸口，微微一笑。我是子爵家微不足道的武子，专长是剑术。穆里尔看着他，子爵家的剑士，职业军人吗？克里斯身姿挺拔，身材高大，体格健壮，简直完美。他笑容灿烂，举起3根手指。我有3个孩子，2个儿子1个女儿。穆里尔的笑容瞬间凝固，身体僵住。2位年长的女性出现，其中1位竖起食指，就算找到了优秀的男人，也必须小心。另一位也跟着竖起手指，你要小心。他们的话语在穆里尔脑中回响，好男人都被抢走了，你必须做好背景调查，必须。穆里尔猛地趴在桌上，他们就是这么说的。克里斯站在讲台旁，好了，今天是第一天，大家从前面开始自我介绍吧。一个男学生站起来。
来手抚胸口。我叫乔纳森·斯特林，是男爵家的次子，很高兴认识大家。然后他举起手直接发问：你有未婚妻吗？整个教室瞬间安静。克里斯笑了起来：你真有趣。他转向全班：好了，大家自我介绍时，请一并说明自己是否有婚约，寻找结婚对象对你们来说很重要吧？是的，我有未婚妻。乔纳森略带歉意的微笑，所以很抱歉，我无法与你交往。穆里尔面无表情，用笔在纸上划掉一个名字。他看起来不错，但我没时间浪费在已订婚的人身上。克里斯点头：好的，下一个。穆里尔举起手，是。他从座位上站起来，他挺直身姿。我叫穆里尔·贡扎拉，请叫我米莉，我是男爵家的次女。我的专长是，他单眼微闭，手掌向外一弹，狩猎并亲手屠宰猎物，从狩猎到烹饪，一手包办。教室里一片死寂。穆里尔看着克里斯：我没有什么特别想学的，但我对剑术感兴趣。我最擅长的武器是石头。克里斯微微一怔：石头吗？他从不知何处掏出一块石头，递向克里斯。这块很大，而且免费。他一脸自豪，石头的优点值得被重新评估。克里斯若有所思地看着他：我明白了。穆里尔转身，光说很难理解对吧？我来展示一下石头有多棒。他将石头向上一抛，随即他转身冲向打开的窗户。他单脚踏上窗台，失陪一下，然后他纵身一跃，从2楼跳了下去。一声闷响，穆里尔稳稳落地，旁边躺着一只被击晕的大鸟。穆里尔迅速爬上树，动作敏捷，他蹲在树枝上，如猎手般蓄势待发。他再次从窗户跳回教室。克里斯目瞪口呆，穆里尔面带微笑，举起手中的鸟。怎么样？他一脸灿烂，只用一块石头就能抓住，很厉害吧？一个女同学满脸惊恐，太残忍了，可怜的小鸟竟然杀了这么可爱的鸟。穆里尔困惑地看着他，不，所有动物都很可爱，但可爱和美味是两回事。穆里尔举起鸟，你吃牛和猪对吧？牛和猪也很可爱，但你还是会吃它们，道理是一样的。克里斯点头，他说的有道理。克里斯看着穆里尔，眼中闪烁着光芒。米莉真厉害，太棒了，也许我该把扔石头加到课程里。穆里尔一脸期待，请务必加入。克里斯老师，您真是个善解人意的单身好男人，太可惜了。克里斯轻笑，我可不是，但还是谢谢你，这是我第一次被如此热情的追求，谢谢。我们现在可以继续下一个学生吗？穆里尔举起手，请允许我再说最后一句话。他站直身体，声音洪亮，我正在寻找一位健康的男性，他要懂医学、法律、测绘或土木工程，并且愿意入赘我家，嫁妆越多越好。他手抚胸口，深深鞠躬，期待您的考虑。教室里一片寂静，鸦雀无声。伊洛娜掩嘴轻笑，克里斯也忍不住笑了起来。穆里尔回到座位，我是不是有点做过头了？但父亲总是说要从最大的愿望开始说起，这样才能慢慢降低条件。他拖着下巴，应该没问题吧？克里斯提议，我们来尝尝刚才那只鸟吧。庭院里，学生们围着桌子和烤架，穆里尔站在桌后，手持一把大刀，准备处理鸟的尸体。2个女同学捂着脸，发出惊恐的尖叫。穆里尔举起一串烤好的鸟肉，这是只小鸟，所以每个人只能分到一点，但我会确保大家都有份。他把烤串递给刚才尖叫的女孩们，给他们犹豫地接过尝了一口，表情瞬间变化，好吃。很快同学们都吃了起来，赞叹声此起彼伏。一个女孩走到穆里尔面前，米莉，那只鸟很好吃。穆里尔露出欣慰的笑容，是吗？只要你怀着感恩之心享用，就不是一件悲伤的事。开动前只要说声谢谢就好了。女孩恍然大悟，我明白了，以后我会这么做的。那个女孩很危险，穆里尔被男同学们正式标记，列为需要警惕的对象，稍不留神他就会用石头把你敲晕，然后绑回他的领地。他的存在给所有未婚男性的心中蒙上阴影。莱昂哈特走近，米莉，早上好。穆里尔抬头，早上好。布拉德埃克斯，不对，是莱昂哈特。他迅速回忆，你是子爵家的三子，没有未婚妻，对吧？莱昂哈特微微一惊，是的，你记性真好。他递出一张纸，给你，我整理了一份上医学课的男生名单，这张纸上的人都没有未婚妻。穆里尔接过名单，哦，非常感谢。他看着莱昂哈特，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？莱昂哈特有些慌张，那是因为……穆里尔恍然大悟，我懂了，你想吃肉对吧？他露出灿烂的笑容，好的，今天午餐我来烤肉，我们大家一起吃吧。莱昂哈特腼腆的回应，我很期待。莱昂哈特对穆里尔说，我们班上没人懂医术，你应该去找别的班级的男生，我会帮你。穆里尔竖起大拇指，谢谢，我去弄点好肉来。穆里尔坐在教室里拖着下巴，今天该列点什么呢？或许我该先跟踪一个人。他看着手中的名单，杰克·尼尔森，子爵之子还是三子？嫁妆应该很可观。穆里尔和莱昂哈特站在一起，两人击拳，去吧。穆里尔悄悄跟在目标身后，穿过图书馆的书架，不愧是子爵的儿子，举手投足都那么优雅。他会不会比我还矮？现在开始多喂他吃肉，应该能长高。没问题。杰克伸手去拿高处的书，他踮起脚尖，够不到。他从书架缝隙中看到杰克，他拿起一本书，他递出那本书，给你。他微笑着问，这个位置可以吗？杰克接过书，脸颊泛红，谢谢你。穆里尔则静静看着他，他脸红了，这就是一见钟情的表情。穆里尔握紧拳头，眼神坚定，目标是勤奋的医学生杰克。穆里尔握紧拳头，勤奋的医学生，太棒了。穆里尔看到高处的另一本书，我来拿吧。他紧贴着杰克的后背，伸手去够书架。杰克脸色一沉，他猛然转身，脸颊滚烫，请别再骚扰我了。穆里尔愣在原地，骚扰你？就因为我矮？你也不用在我面前显摆啊。杰克紧抱着书大喊，拜托，别再靠近我了。穆里尔身体一颤，完全僵住。阳光洒入空荡的房间，穆里尔趴在桌上一动不动。伊洛娜走近，穆里尔怎么了？穆里尔抬起头，杰克，他
他让我别再骚扰他了。伊洛娜一怔，那是什么意思？莱昂哈特解释道，我们这个年纪的男生很在意身高，总担心自己长不高。莱昂哈特看向穆里尔，所以穆里尔你很高，男生比女生矮，说实话有点丢脸，而且每天当着别人的面让你帮忙拿书，那一定很刺痛。穆里尔垂下眼帘，我从没那么想过。莱昂哈特摊开手温柔的笑，别担心，外面还有很多男生，穆里尔一定会有人欣赏你的，别再为此烦恼了，向前看吧。穆里尔眼神明亮起来，谢谢大家，顺便问一下，你们没人打算娶我吗？三个男生瞬间僵住，我不能离开首都。布拉德接着说，我计划成为一名王室官员，所以不能搬去你的领地。莱昂哈特低头，那个我个子矮，所以希望女方比我矮。穆里尔垂下眼，太可惜了，我明白了。莱昂哈特身体前倾，但是我们会尽力帮你。穆里尔立刻问，那告诉我怎么才能赢得男人的心？三个男生再次僵住，面面相觑。布拉德举起手，给我点时间思考。接着他站起身，谢谢你们，我现在要去打猎了。他走向门口，明天见。布拉德低语，我们该怎么办？莱昂哈特附和，是啊，该怎么说？伊洛娜双手抱胸，你们先想想，如果米莉被别的男生追走了，你们要怎么办？三人陷入沉思。没错，莱昂哈特皱眉，他没有提结婚条件和嫁妆，这样可以吗？剩下三人点头，是啊。说了就完了，完全没戏。那他的领地呢？莱昂哈特看着远处的庄园，就说在首都郊外，这就够了对吧？对，别提只有一个商店，太煞风景了，也别提那里的人不穿鞋，太诡异了，别人会想他的脚底有多厚。说打猎是强制性的，听起来也很可怕，光是想到处理动物就让我发冷。莱昂哈特捂住嘴，别提了，我只见过切好的肉，想到真实的内脏。三人背后升起一股寒意，瑟瑟发抖。莱昂哈特叹气，那我们到底能说什么？四人陷入沉默。他的腿很长，也许把裙子改短一点。是啊，反正他也不害羞。莱昂哈特比划着，对，膝盖上面一点正好。伊洛娜敬礼，明白了，我会让裁缝修改的。就这些吗？不可能，再仔细看看，肯定还有别的。四人围成一圈，陷入沉思。布拉德灵光一闪，你说他会做饭？莱昂哈特反驳，贵族小姐不做饭，他们有厨师，别人可能会觉得他穷得雇不起厨师。布拉德点头，紧急情况很有用，但还是算了。莱昂哈特又说，仔细看的话，他可能挺可爱的。布拉德提议，化点妆也许有用。伊洛娜点头，我来试试。窗外夕阳西下，莱昂哈特结束了讨论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。布拉德总结，以后别人问起他，就说他是个好女孩。莱昂哈特笑了，哦。对这个我能真诚地说出口。布拉德很满意，很好，就这么定了，我们走吧，回见。伊洛娜看着他们离去，该什么时候把我的哥哥们介绍给他呢？裁缝店的门敞开着，玛丽娜穿着新裙子转了一圈，裙摆飞扬，露出她修长的双腿。三个男生眼前一亮，完美，看起来很棒，太惊艳了，她的小腿太长了，真可爱，很适合你。莱昂哈特拿着文件，我昨天在想，既然穆里尔是骑士专业的，他也该考虑一下战斗型的男生。穆里尔问，但是你的人民不都已经接受过战斗训练了吗？莱昂哈特解释，是的，我们本地的骑士足够了，有些骑士也会学习医疗技术，用于战地治疗，我把这类学生列出来了。穆里尔接过，莱昂哈特，你真聪明，谢谢你，你真该来我的领地。布拉德挥挥手，但我跟你说过了，我想成为王室官员，不能去米莉的领地。穆里尔点头，我明白了。他转身，那我去考察几个骑士，看看他们怎么样。穆里尔独自站在训练场2楼，俯瞰下方，2名骑士正用木剑激烈对练，一名骑士挥剑猛击，另一人侧身闪躲，剑锋呼啸而过，他顺势回旋，木剑重重击中对手的腿，对手应声倒地。克里斯高声宣布，胜利者尼尔森。尼尔森高举拳头，兴奋的大吼，下一场2人同时冲锋，木剑在空中交击，他肯定从小就每天训练，剑招笔直，一如他的决心。尼尔森，别手下留情。尼尔森额头冒汗，紧握木剑，约阿西姆的剑被击飞，脱手而出。裁判高声宣布，胜利者尼尔森。穆里尔看着名单，尼尔森不在名单上，你已经订婚了，对吗？克里斯双臂交叉，来看比赛吗？穆里尔点头，是啊。布拉德推荐了几个骑士，我来看看。克里斯凑近名单，我看看，怎么了？克里斯说，没什么，只是觉得他选的人都挺有品味。有人引起你注意了吗？穆里尔回答，名单上没有尼尔森，对他是伯爵家族的继承人。克里斯点头，没错，尼尔森是伯爵的长子，他不能入赘你家。穆里尔叹了口气，我猜也是。那金发和黑发的怎么样？克里斯身体一僵，等等，金发的，你说的不会是？穆里尔指向场中，对，就是那个。场中一个金发男子正用毛巾擦汗，他有着金色的长发扎成马尾。克里斯连忙拦住他，你想害我被开除吗？那是约阿西姆殿下，第一王子，你应该至少记住王子的脸。克里斯低声告诫，下次小心点。穆里尔道歉，对不起。克里斯叹气，够了，在你闹出动静之前离开。穆里尔双手捂脸，发出一声尖叫，他转身就跑。他独自走在庭院小径上，阳光穿过树叶。即便如此，那真的是第一王子吗？如此诚挚地挥舞着剑的人，下一任国王。国家的命运取决于由谁来领导，是走向毁灭，还是繁荣昌盛？一边是繁荣的城镇，一边是痛苦的平民。穆里尔握紧拳头，我必须支持约阿西姆王子。穆里尔身子一缩，事情就是这样，我差点因为蔑视王室被逮捕。莱昂哈特和伊洛娜一脸震惊，他难以置信地开口，我确实没想到。伊洛娜难以置信，竟然有贵族不认识王室成员的脸。伊洛娜小声回答，这是我第一次来首都，你们2个怎么认识他们？从肖像画还有社交聚会上。莱昂哈特看着穆里尔，所以
你没有任何社交经验，是吗？穆里尔回忆起故乡的景象，我们这片区域的每个人都很有上好交际，无论在家还是在外，我们都会和遇见的人聊上几句，聊聊河里能钓到什么鱼，或是哪里的树莓更甜。他继续说道，我们就是这样互相帮助才能生存下去。莱昂哈特若有所思，原来如此。莱昂哈特把手搭在穆里尔肩上，穆里尔，你做自己就好，不过暂时最好别跟骑士们走太近。好的，我会的。伊洛娜双手合十，我会一点点教你认识这里的重要人物。伊洛娜指向窗外，哦，那是约阿希姆殿下的未婚妻。阳光透过窗户洒下，一个金发女子站在那里，身姿优雅，她轻抚秀发，微微一笑。穆里尔看得出神，那是什么？是人吗？伊洛娜轻声说，那是公爵的女儿路易斯小姐，她很美吧？太美了。伊洛娜也很可爱，但那位女士是另一个次元，我从未见过如此惊艳的人。伊洛娜突然大喊，米莉，快住嘴，别拿我跟路易斯小姐比，太难为情了。路易斯小姐不仅如独角兽般稀有，她完全是另一层次的。穆里尔眼睛放光，如果路易斯小姐和约阿希姆殿下有个孩子，他们的孩子一定会无比出众，不是吗？莱昂哈特看着他，那倒是，不过穆里尔不解，怎么了？莱昂哈特压低声音，有传言说约阿希姆殿下和路易斯小姐最近关系不太好。穆里尔插话，毕竟他们还年轻，诱惑太多了。伊洛娜突然转向穆里尔，说起来，下周有舞会吧？那是你找个男人的绝佳机会。穆里尔挺直身体，好的，我会尽力。我要尽力做什么？难道要和每个男人都跳舞吗？莱昂哈特笑了，我猜你的脚会先受不了。话说回来，也许米莉真能做到。莱昂哈特点头，关键是穿着打扮。伊洛娜赞同，礼服和妆容。伊洛娜双手叉腰，外表就是一切。我们今天就开始练习。穆里尔一脸惊恐，什么？伊洛娜指着穆里尔的脚，你穿这双鞋跳舞肯定会摔倒的。你还有别的鞋子吗？这双不适合舞会。哦，那提醒我了，我需要在首都买舞会礼服的鞋子。我姐姐玛丽给了我一些零花钱，我完全忘了。伊洛娜拍拍穆里尔的肩膀，交给我吧，我会为你找到最完美的鞋子。米莉，三人来到一座宏伟的府邸前，阳光灿烂，吊灯华丽。进入室内，满眼是耀眼的金色装饰品。伊洛娜带着一丝歉意说，我父母是典型的暴发户，是不是很俗气，很刺眼？她无奈地补充，我跟他们说了好多次，但他们就是不听。穆里尔看得目瞪口呆，哇，这里有好多看起来很贵的东西，我都不敢靠近墙壁，生怕撞坏什么。伊洛娜解释道，装饰品大多来自过去的穆阿托里亚王国，我父亲非常喜欢那里的东西，他说是为了纪念王国的覆灭，才把它们展示出来。穆里尔一脸困惑，穆阿托里亚王国那是什么？穆阿托里亚王国夹在两个大国之间，那是位于罗滕豪普特王国和拉格扎尔王国之间的国家，大约20年前被拉格扎尔王国所毁灭。据说他们的手工艺品闻名遐迩，在穆阿托里亚王国的移民中，据说仍有人怨恨着罗滕豪普特王国，质问我们当年为何没有伸出援手。穆里尔低声说，我完全不知道，一个能创造出如此美丽之物的国家竟然会被毁灭。伊洛娜拉着他往前走，总之我的房间更舒服，我们走吧，快点快点。伊洛娜站在床边，毕竟那些出身传统家族的高阶贵族完全是另一个层次，他们看惯了精美的东西，只摆放少数精心挑选的家具和装饰品，那种品味若非从小耳濡目染，很难培养出来。穆里尔环视着房间，我觉得这里很可爱，但伊洛娜双手交握在身前，为了达到这个程度，我感觉自己学了好多东西。我的未婚夫是子爵的第4个儿子，他也是完全不同的人。穆里尔眼睛一亮，伊洛娜，你有未婚夫了？伊洛娜笑着点头，是的。穆里尔凑近他是什么样的人？伊洛娜眼神温柔，他是个善良的绅士。他话锋一转，但更重要的是，你快试试这件礼服，我们还得找双搭配的鞋子呢。穆里尔穿着一身墨绿色长裙，他站在镜前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伊洛娜双手捧脸，太棒了，很适合你，米莉，完美展现了你的优点，虽然很大胆。穆里尔有些害羞，是吗？我很高兴。伊洛娜继续赞美，深绿色和你眼睛的颜色一样，显得你很成熟。这件礼服没有多余的装饰，优雅的贴合你的身体曲线，凸显了你高挑的身材，没有蕾丝和褶边，简直完美。穆里尔笑着抚摸头发，这是我妈妈亲手为我做的。伊洛娜惊叹，你妈妈？她难道是高级贵族吗？品味太好了。穆里尔想了想，我记得她是子爵的女儿，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。伊洛娜好奇地问，为什么？我总感觉她和我父亲经历了复杂的恋爱后就被家族除名了，听父母的爱情故事总觉得怪怪的，所以我一直回避这个话题。伊洛娜表示理解，我懂，我也不想听那些。伊洛娜看着穆里尔，能为我转一圈吗？穆里尔优雅地转身，裙摆随之飘动。伊洛娜赞叹道，你的身姿太挺拔了，米莉，就像皇家卫队的马一样。穆里尔不解，妈，我要怎么才能有那样的身姿？伊洛娜沉思，或许可以试试扔石头，但你的胸部可能会消失。伊洛娜仔细端详着礼服，这件礼服的胸下接缝让你的胸部看起来更丰满了。穆里尔小声说，真的吗？可这样露着背，我没法穿那种聚拢内衣。伊洛娜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哦，对了，你不需要，实际上没有更好。伊洛娜带路，这是我常去的鞋店。穆里尔有些紧张，我好紧张。伊洛娜安慰他，这里的人都很好，没事的。穆里尔轻声说，谢谢你陪我来。伊洛娜，我姐姐玛丽说第一次去鞋店时，他们只说了欢迎光临和谢谢惠顾，就没别的了。伊洛娜的脸沉了下来，那是一种你不属于这里的姿态吧？太气人了，我讨厌别人那样对我。没关系，我们现在要去的店连平民女孩也会光顾，感觉特别好。店主的理念很棒，他希望女孩都能穿上可爱又实惠的鞋子，所以别担心。穆里尔有些犹豫，我姐姐给我的零花钱其实不多，不知道够不够。伊洛娜自信地笑了，足够了，用那些钱可以买到很不错的东西，比如展示品或者有几处划痕的鞋子，可以便宜买到。穆里尔眼睛一亮，太完美了，我一点也不介意有划痕，
反正走路也会磨损的。伊洛娜拍手，好的，我们去找些预算内的好鞋子吧。伊洛娜推开店门，好了，我们进去吧。一位女店员笑着迎接，欢迎光临，伊洛娜小姐。伊洛娜回以微笑，好久不见，我今天来为我朋友挑双鞋子。她凑近店员耳边，预算是过季款、展示品或者有轻微瑕疵的鞋子，可以吗？我想要一双能搭配任何礼服的简约款，就交给你了。店员自信地回答，包在我身上。店员蹲下身，这位小姐很高，最好避免穿太高跟的鞋子，不然男士们会感到压迫。店员看着穆里尔的腿，而且您的腿型非常漂亮，不需要过于华丽的鞋子，一双设计简洁干净的鞋子才能凸显您美腿的优势。穆里尔指着一双黑色浅口鞋，我就要这双。伊洛娜叮嘱道，从现在到舞会前，你都要在家里穿着它适应，否则到时无法跳舞。穆里尔坚定地点头，明白。店员微笑着，非常感谢您的惠顾。黄昏时分，穆里尔回到家中，他兴奋地冲向餐厅。马蒂尔达，看看，他穿着新鞋，轻盈的旋转舞步优雅，太棒了，米莉，你跳的都能挣钱了。穆里尔停下舞步，真的吗？那我该去哪儿跳舞呢？马蒂尔达摇了摇头，不，狩猎更适合你，米莉，别想那些有的没的，专心打猎就好。穆里尔立正站好，是，女士。他回到自己房间，低头看着脚上的新鞋，这是我第一次和朋友一起逛街，真的太开心了。穆里尔脸上泛起微笑，真期待舞会。穆里尔双眼放光，哇！他高举刀叉，四周环绕着丰盛的菜肴，开动了。罗伯特怒吼一声，什么？你得先把宫廷十诫背下来。穆里尔面如死灰，什么？不可能！面对这样的盛宴，而且离大厅这么近，太过分了。罗伯特指向他，声音严厉，他们说过，只要涉及食物，你的能力就会达到巅峰。穆里尔表情扭曲，什么？他痛苦的呻吟，他猛然坐起大喊，开饭了。他缓缓回神，抚着胸口，原来是梦，太好了。他双脚滑下床沿，赤足踩在地板上。穆里尔眼神坚定，临行前，他们把首都十诫灌输给我。马蒂尔达端向着镜子里的穆里尔，这是米莉的第一次舞会，我必须让你准备妥当。他为穆里尔梳理头发，涂抹唇彩。马蒂尔达双手合十，眼含笑意，米莉你真美，毕竟是雪莉的女儿，有种自然吸引目光的气质。他转向一旁的男人，强尼你觉得呢？男人竖起拇指，完美。今天拒绝跳舞，邀请会很头疼吧？穆里尔自信满满，希望如此。今天我一定要抓住一个好男人。男人表情严肃，别用石头。穆里尔轻笑一声，我今天不带石头，没事的。不过以防万一，我还是会带上玻璃珠手链，这个杀不了人，很安全。马蒂尔达叮嘱，玩得开心。穆里尔回应，好的。他走入灯火辉煌的舞会大厅，宾客云集，衣香鬓影。穆里尔踏入大门，环顾四周，哇，天花板好高。他双手交握在胸前，眼神闪亮。大家的衣服都好漂亮。他悄悄探头，窥视着厅内的一切，然后目光被吸引，食物陈列在长桌上，烤鸡肉排还有甜点。穆里尔的口水快要流下，双手按在桌沿，这个地方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守护。一个声音呼唤，米莉。他闻声回头，脸上绽开笑容。穆里尔神情一致。伊洛娜挽着一个男人的手臂走来，他介绍道，米莉，这是我的未婚夫，雨果·莫腾森子爵的儿子。伊洛娜转向雨果，这是我的朋友穆里尔·冈萨拉，男爵的女儿。穆里尔行礼，很高兴认识你，我是穆里尔。雨果点头致意，你好。伊洛娜挽紧未婚夫，米莉，待会儿见。他挥手告别，与雨果一同离去。伊洛娜的未婚夫真帅，我也要加油了，但在狩猎前先饱餐一顿。穆里尔走向餐台，一个男人正用长刀片下烤肉，刀锋划过，一大片滋滋作响的烤肉落入盘中。穆里尔坐在桌前，开动了，他切下一块肉送入口中，肉汁在口中爆开，无需咀嚼便已融化，甚至还没来得及咬下，酱汁里毫不犹豫地用了蔬菜和水果，这浓郁的味道简直难以置信。下一个，穆里尔有些不知所措，这个盘子怎么办？一名侍者走近，微笑着说，放在那里就好。穆里尔露出灿烂的笑容，谢谢你，太好吃了，首都真是个好地方。侍者看着他，从未见过有人能如此享受食物，我会告诉主厨的，他一定会很高兴。通常大部分食物都会被扔掉。穆里尔眉头紧锁，太浪费了，如果都要扔掉，不如分给穷人。侍者神情无奈，要真能那样就好了。穆里尔拿出名单，这里有人认识他们吗？我得邀请人跳舞了。靠在墙上的那个人就是他，那个男人是。穆里尔站起身，我们跳支舞好吗？一个声音在大厅回响，路易斯，我与你解除婚约。穆里尔脚步一顿，那是大王子的声音。路易斯，我的爱已转向安娜蕾娜，你却因此极度粗鲁地对待她。路易斯站在他对面，神情错愕，粗鲁对待你什么意思？约阿西姆怒视着他，你侮辱安娜蕾娜，衣着不得体。路易斯辩解，我只是提醒他不要突然对身份更高的人说话。约阿西姆反驳，在学校里没有等级之分。路易斯回应，那只是形式上的。穆里尔看着这一幕，周围的宾客窃窃私语，这是什么声音？他们三个人私下讨论不就好了？为什么没人阻止？穆里尔看着这一幕，我明白了，那个叫安娜蕾娜的女孩散发着不祥的气息，难道是女巫？约阿西姆王子被女巫骗了，他疯了。他的随从们似乎也中了咒语。首都十诫第3条，服从上级命令，但若命令无法令人信服，则不必强制执行。引导上级走上正途，亦是忠臣的职责。穆里尔的眼神变得锐利，就是这个。他解开手腕上的玻璃珠手链，将一颗珠子夹在指尖，然后他屈指一弹，玻璃珠化作一道蓝光呼啸而出，珠子精准地击中了约阿西姆的太阳穴，搞定，放倒他了。约阿西姆应声倒地，脸朝下趴在地板上一动不动。他再次弹出一颗珠子，击中安娜蕾娜。大厅一片死寂，宾客们目瞪口呆。穆里尔迅速转身离开，没必要久留。他穿过人群走出大厅，我打倒了王子，然后从舞会逃走了，这样真的没问题吗？但如果我闹出动静，就会被发现。父亲总是说，狩猎时不要误判。穆里尔叹了口气，今天又没抓到追求者。他转身离去，与男人相撞。男人身体一僵，对不起。
男人问：“你还好吗？”他身披兜帽斗篷，在月光下伸出一只手。穆里尔抬头望向他：“你的手。”两人在花园中对峙，他伸着手，他站着不动，他脸颊泛红。我没事，该道歉的是我。那么他身上没有那个女孩的气味。我要和路易斯解除婚约，因为招待那个奇怪的年轻女士，我的行动晚了一点。男人回头望去，他瞳孔一缩，他怎么会这么快就到这里？比身为影子的我还要先到，还占据了绝佳的位置。这个女人不简单，看她吃东西的样子很满足，我就让她过去了。男人神色凝重，他是敌人还是敌国的间谍？情况不妙，陛下命令我只需观察。他正值那个年纪，我很担心，我只当他是逢场作戏。但这样下去，约阿希姆王子的王位继承权会消失，我该怎么办？阻止他吗？弹珠击中了约阿希姆的头，他身体一软倒在地上，他只是昏过去了。静观其变。男人捡起地上的玻璃珠，我要去向陛下报告，剩下的交给你了。约阿希姆解除婚约了，他到底在想什么？一颗蓝色玻璃珠静静躺着。你是说他被这个打晕了？阿尔弗雷德端坐着，他嘴角勾起，这可真有意思。至于那个年轻女士，难道是？阿尔弗雷德回想起穆里尔的身影，他露出一丝微笑。请您严肃一点。约阿希姆被一个男爵的女儿煽动，当众羞辱了路易斯小姐。国王恩斯特神色凝重，如果我们处理不当，国家可能会分裂。阿尔弗雷德看着国王，你抓住了那个男爵的女儿对吗？为什么不把责任都推到他身上？国王扶着额头，这取决于路易斯小姐和她父亲的反应，取决于具体情况，我可能要赌上自己的性命。国王看着阿尔弗雷德，如果发生那种事，我就把王位托付给你。阿尔弗雷德坐在沙发上，我绝不会让那种事发生。他攥紧拳头，给我一点时间，等我处理好这一切，你会把那个女孩交给我吧？国王恩斯特问。你说的是我们抓到的那个男爵女儿吗？阿尔弗雷德否定，不是，是那个拿着玻璃珠的女孩。他举起蓝色玻璃珠，对着眼睛看，嘴角上扬。国王恩斯特说，她来路不明，我必须彻底调查后再做决定。他神情严肃，首先他为什么要攻击约阿希姆？我们必须查清楚。阿尔弗雷德转向男人，丹，你当时离那个女孩最近吧？她是什么样的人？丹垂手，是的，长官。他回忆起穆里尔的微笑，我觉得他是一个直率且充满活力的人。阿尔弗雷德看着丹，你很少夸奖别人。丹，他接着问，他来王都的目的是什么？丹回答，医学、法律、测量、土木工程等等。他说他来找一个精通这些领域的健康丈夫，他希望能得到尽可能多的嫁妆。他没想过把约阿希姆当成丈夫。国王手底下巴若有所思，他看向莱昂哈特，我看不像。丹，你觉得呢？丹回答，很难想象他有那么大的野心。实际上，我看到了一份候选人名单。阿尔弗雷德笑了，真是有趣，都写了谁？王都的候选人大多是地位或财富不足的贵族。阿尔弗雷德吩咐，稍后把名单写给我，反正你把他们都记住了对吧？他把玩着玻璃珠，哥哥，把那个女孩叫来就行了。见到他并直接询问是最好的办法。国王看着他，当你情绪激动时，不会有什么好事发生。阿尔弗雷德闭眼微笑，或许我也该快点结婚了。国王恩斯特说，少说废话，邻国公主的事你打算怎么办？她可是在等你。别提了，哥哥，你知道我受不了那种女人。国王双手交叠，我知道，但是你不会真想娶那个女孩吧？阿尔弗雷德看着手中的玻璃珠，谁知道呢？国王恩斯特告诫，认清你自己的位置。阿尔弗雷德看着他，我会平息这场国家危机，你不觉得我至少配得上这点奖励吗？国王恩斯特扶着额头，我会见了那个女孩再决定。阿尔弗雷德笑了，那就说定了。他背过身去，那么让学院停课1周吧，学生们基本都会待在家里，不过图书馆和骑士训练场可以开放。国王恩斯特双手交握，神情严肃，在此期间处理好所有必要事宜。阿尔弗雷德站起身，如你所愿。夜色笼罩着宅邸，晚会上开心吗？穆里尔双手托腮，一脸幸福。太好吃了。马蒂尔达疑惑，好吃。穆里尔兴奋地描述，肉配着各种酱汁，甜点像宝石一样漂亮。马蒂尔达恍然大悟，原来是这样。那有帅哥吗？穆里尔眼神飘忽，这个嘛，我只顾着吃了。马蒂尔达笑了，真像你的风格，米莉。穆里尔握紧拳头，下次我会更努力的。穆里尔躺在床上睁着眼睛，原来那就是路易斯小姐。食物很美味，玩得很开心。伊洛娜肯定会生气，我居然没和任何人跳舞，怎么办呢？穆里尔回忆起那个兜帽男子的身影，虽然看不清他的脸，但他好像很帅。穆里尔脸颊微红，翻了个身，沉沉睡去。穆里尔走进学院大门，学生们聚集在一起。莱昂哈特向穆里尔打招呼，早上好，米莉。穆里尔回应，早上好，出什么事了？他解释道，他们说这周停课。穆里尔问，为什么？另一个学生回答，这不是很明显吗？为了处理昨晚宴会的骚乱。穆里尔身体一僵，我忘了，我把王子打晕了。他双手捂脸，面色惨白，我要被逮捕了吗？莱昂哈特转身看向他，不过图书馆和训练场还开着，我要去图书馆借本书，你要一起来吗？穆里尔眼睛一亮，我不用借书，但你能告诉我新娘候补的事吗？莱昂哈特笑了，当然，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。随后两人来到图书馆，他们坐下，莱昂哈特翻开一本书，那个是弗兰兹麦肯森男爵的第4子。穆里尔心想，嫁妆估计不多，但他看起来还算健康，或许可行。莱昂哈特看向他，去争取他吧。穆里尔站起身，好的，明天见。他独自走在路上，该怎么接近他呢？一个念头闪过，就假装他身陷险境，然后我英勇地挺身而出。穆里尔的幻想中，他挥舞短剑，从魔兽爪下救出哭泣的弗兰兹。我想知道会不会有人袭击弗兰兹，就算来只魔法兽我也能接受。突然弗兰兹的书掉在地上，他弯腰去捡，马蹄声骤然响起，
一辆失控的马车冲来，直奔弗兰兹。穆里尔瞳孔一缩，小心！他飞身扑出，马车呼啸而过。穆里尔将弗兰兹压在身下，两人摔在石板路上。你没事吧？有没有伤到哪里？穆里尔看向来人，他伸出一只手，我扶你起来。弗兰兹一脸感激，谢谢你。哎呀，你的衣服都脏了，请让我赔偿你吧。穆里尔摆摆手，没关系，洗洗就好了，不用担心。弗兰兹看着穆里尔不知所措。弗兰兹递出手帕，你掉了手帕。穆里尔接过，哦，谢谢你。穆里尔一脸挫败，至少问问我的名字啊。他真的这么迟钝吗？路易斯小姐和恩格勒公爵想解除婚约吗？阿尔弗雷德坐在书房里，看着一份文件。当然，如果婚约现在解除，我就别无选择，只能继承王位。他的目光落在桌上，一本封面画着少女的书，这是路易斯小姐喜欢读的书吧？我明白了，对恩格勒公爵来说，这是快速获得影响力的方式，或者说一个新的政治派系。他嘴角浮现一丝笑意，该如何利用他那颗浪漫的心呢？虽然这意味着我要狠下心来。阿尔弗雷德望向窗外，是时候去见他了。他会是什么样的人呢？阿尔弗雷德和同伴们走在街上，阳光正好，他踩过一片落叶。一个同伴说，我们通常在湖边打猎。阿尔弗雷德摘下一片叶子，见到他时该说些什么，还是远远看着就好。他心想，给他们一个微笑，女人就会喋喋不休地聊起来。如果她也是那种女人，我会很失望。这张脸还有我身为国王兄弟的身份都很方便，但还是希望有人能看到我的内在而非外表。突然一声大喊，小心！一头野猪猛冲过来，掀起尘土。阿尔弗雷德和同伴们大惊失色，是野猪！他们拔出匕首，神情紧张。穆里尔从天而降，扔出一块石头，石头砸向野猪头顶，鲜血飞溅，野猪轰然倒地，激起一片尘土。穆里尔站起身，你们都没事吧？阿尔弗雷德摇摇头，没有。穆里尔转身扛起野猪的尸体，跟我来。他走向湖边，阿尔弗雷德和同伴们跟在后面。穆里尔捧起一汪水，各位，如果要进森林，香水是绝对禁止的，不要再犯了。如果野猪的獠牙刺穿你的大腿，你瞬间就会失血而死。你们三人都离死亡只有一线之隔。那头野猪是位母亲，她的幼崽就在附近，所以她才会攻击。如果你们没来，她本不必死。现在她的孩子没有了母亲，谁知道他们能活多久？阿尔弗雷德脸颊泛红，心头一震，他低下头，对不起，我只是出于好奇才来的，我保证再也不进森林了。穆里尔点点头，这里不适合贵族之子。阿尔弗雷德抬起头，你怎么知道我是贵族？穆里尔解释，平民不用香水，而且他伸出自己的手与他的手对比，你的手是贵族的手，看到区别了吗？那一个是你的保镖对吧？不过另一个给人一种奇怪的感觉。穆里尔接着说，天快黑了，我们该走了，我送你到镇口吧。穆里尔停下脚步，我们就到这里吧。阿尔弗雷德坚持，等等，请让我给你一些东西作为感谢。穆里尔摆摆手，不用担心，我只是帮助陷入困境的人。阿尔弗雷德双手合十，不行，不然我心里过意不去。穆里尔双眼一亮，如果你坚持的话，那你能介绍一些优秀的贵族给我吗？我正在寻找结婚对象。阿尔弗雷德一怔，随即露出微笑，好吧，我保证会介绍给你。穆里尔满脸喜悦，太好了。他自我介绍，我的名字是穆里尔贡扎拉，请叫我米莉，信不信由你。我出身于男爵之家。阿尔弗雷德笑着问，原来如此，那么我算是一个人选吗？穆里尔笑着回答，当然欢迎，但你似乎是位阶很高的贵族，嫁入我家的领地，对你来说可能很困难。阿尔弗雷德眼神坚定，不，我会做好必要的安排。穆里尔转身，那我等着，但不会抱太大希望。阿尔弗雷德挥手告别，请等着我，米莉，下次见面时再告诉他我的名字。他扛着野猪离去，身影消失在夕阳里。阿尔弗雷德握紧拳头，心跳加速，我要你，米莉。次日清晨，穆里尔向莱昂哈特打招呼，早上好。莱昂哈特回应，早上好，你看起来很有精神。穆里尔凑近他，我昨天救了4个人，告诉我细节。他兴致勃勃地讲述着，他评价道，弗兰兹没什么指望，但那个高阶贵族听起来不错。穆里尔说，是啊，但我还是别抱太大希望，以防万一，我会继续跟着他。莱昂哈特指向图书馆内，马蒂亚斯今天在那边。他递给穆里尔一张纸，马蒂亚斯库珀，男爵的次子。穆里尔看着马蒂亚斯，他手指抵着下巴，若有所思，看起来很聪明。穆里尔握紧拳头，好了，我去跟踪他。穆里尔走进图书馆，他微笑着挥手，早上好，今天也要介绍新的结婚候补，真让人期待。莱昂哈特坐在桌边，他抬头回应，早上好，米莉。穆里尔凑近，你还好吗？看起来有点消沉。莱昂哈特视线低垂，我没事，只是今天没有结婚，候补要来。穆里尔身子前倾，我和马蒂尔达还想出了新计划呢。莱昂哈特合上书，太遗憾了，明天开始就不能来图书馆了。那没关系，等学院重开你再教我就好。莱昂哈特看着他离开，莱昂哈特开口，这样可以吗？黑衣人点点头，做得很好，殿下也一定会满意的。殿下曾称赞过你，他说你慧眼识人，想想你在王宫想要什么职位吧。莱昂哈特眼神沉静。阿尔弗雷德坐在窗边，为了避免成为国王，我还需要最后一步来对付约阿希姆那帮人。他翻开一份报告，怎么会？塞伦提亚子爵的外祖父，一个不属于任何派系的孤家寡人。阿尔弗雷德的蓝眼睛亮起，就是这个。宏伟的白色庄园沐浴在阳光下。阿尔弗雷德起身，他微笑着开口，理查德塞伦提亚子爵，很抱歉突然传唤你。理查德子爵躬身行礼，阿尔弗雷德殿下，我随时听候您的差遣。阿尔弗雷德目光坦诚，我不想拐弯抹角，所以就直说了，事关您的孙女穆里尔。阿尔弗雷德的笑容温暖，我爱上她了，请帮我入赘贡扎拉家族。理查德子爵摊开手，您在开什么玩笑？现在就喝醉是不是太早了？阿尔弗雷德话锋一转，关于约阿希姆在舞会上倒下的事。理查德子爵点头，是的，我听说原因不明，正在调查。阿尔弗雷德声音平静，没错，是穆里尔做的。他伸出手，一颗蓝色玻璃弹珠浮现在桌上，用这个。理查德子爵
爵瞳孔骤缩。什么？阿尔弗雷德笑容依旧，请恕我失礼。理查德子爵手掌握紧，他目光锐利。你想要什么？为了让我入赘穆里尔家，约阿希姆必须继承王位。理查德子爵问：你是要我去和路易斯安达尔小姐斡旋吗？阿尔弗雷德摇头，不，那件事我会亲自处理。至于你，塞伦提亚子爵，我希望你加入他的阵营。新王约阿希姆即位后，安达尔公爵将手握重权，而你会成为国王弟媳的外祖父。阿尔弗雷德双手交握，这对你来说应该不是笔坏买卖。阿尔弗雷德补充道。说起来，塞伦提亚子爵和穆里尔的母亲断绝了关系。18年前嘛，理查德子爵陷入回忆。19年，快20年了。我亲手养大的爱女夏洛特，那个男人罗伯特贡扎拉，那个山里的野人。我将夏洛特培养成完美的淑女，甚至谈好了与公爵家的婚事。夕阳下，夏洛特与罗伯特牵手私奔。阿尔弗雷德拖着下巴，罗伯特就这样把他抢走了。理查德子爵背过身去，我为他准备了贵族女性最大的幸福，而穆里尔却没受过任何淑女教育。阿尔弗雷德眼神锐利，不，罗伯特和夏洛特，他们似乎是故意不教穆里尔礼仪。就算穆里尔接受了淑女教育，嫁给普通的贵族子弟，你认为那段婚姻会持久吗？那片领地不是普通贵族能生活的地方。我从不曾为任何女人动摇，却被狂野的穆里尔彻底俘获，培养出能俘获国王弟弟的女儿，正是罗伯特和夏洛特。理查德子爵若有所思，阿尔弗雷德伸出手，我保证会给你我婚礼的头等席。理查德子爵闭上眼睛，长长的呼出一口气，然后他睁开眼，我谦卑地接受您的提议。两人握手协议达成。安达尔公爵的宅邸，阿尔弗雷德坐在沙发上，他手抚胸口，抱歉突然来访。安达尔公爵，诺曼安达尔公爵回应道，您能远道而来是我的荣幸。阿尔弗雷德身体前倾，不该道歉的是我。公爵摆手，殿下您言重了。阿尔弗雷德恢复了从容的坐姿，之后我会让约阿希姆单独向路易斯小姐致歉。安达尔公爵沉默不语，只是静静地看着他。阿尔弗雷德继续说，我理解您和路易斯小姐的无奈与愤怒，当众受辱确实难以原谅，然而我需要您咽下这份屈辱，接受这件事。我有2个条件，隆塞尔矿山的开采权，以及塞伦提亚子爵加入您的派系。安达尔公爵的蓝眼睛眯起，阿尔弗雷德摊开手，我不需要你立刻答复，但希望尽快得到回应。在此之前，我能借路易斯小姐一用吗？我想让她重新考虑婚约。一辆马车驶离安达尔宅邸，路易斯小姐坐在马车里，神情恬静。阿尔弗雷德走向路易斯，抱歉，能请你在这里稍等片刻吗？我希望你听听约阿希姆的真心话，然后再做决定。从那面镜子里可以看到房间，也能听到他们的声音。阿尔弗雷德走进房间，约阿希姆，你头脑清醒一点了吗？约阿希姆低着头，阿尔弗雷德叔叔，我都干了些什么？阿尔弗雷德站在他身旁，没错，你真的搞砸了。你到底想做什么？你还喜欢那个男爵的女儿吗？约阿希姆摇头，不，我对安娜莱娜已经没感觉了。和路易斯相比，我总觉得自己不够好。我到底是怎么了？我明明那么期待和路易斯的婚事，为什么会？他双手掩面，懊悔不已。路易斯双手交握在胸前，脸颊微红，与被称为完美的路易斯并肩而立。我感觉自己也必须时刻保持完美，我给了自己太大的压力，我的心因压力而脆弱。听信了安娜莱娜的甜言蜜语，我现在才明白，我多么希望路易斯对我说，让我们带着缺点一起走下去。约阿希姆的声音颤抖，阿尔弗雷德叔叔，我该怎么办？阿尔弗雷德声音坚定，去路易斯小姐面前跪下，恳求她的原谅，抱着她，哭着求她，连同你的缺点一起爱你。与其独自痛苦颤抖，不如坦诚相待，让她看到你可悲的样子。阿尔弗雷德转向镜子，路易斯小姐，你愿意听听这个爱哭鬼的心声吗？路易斯的手握住门把，门轻轻打开，发出吱呀声。阿尔弗雷德走出房间，门在他身后缓缓关上，希望一切顺利。他长舒一口气，感觉有些疲惫。读米莉的监视报告，放松一下吧。公爵的女儿路易斯小姐沉迷于培养废柴男人的故事。阿尔弗雷德嘴角勾起，去卑微的祈求爱吧，约阿希姆，越可悲越好。喂喂，你听说了吗？约阿希姆王子被软禁了。穆里尔一脸平静，伊洛娜答扶着额头，你本可以在舞会上钓个金龟婿的，你打算怎么办？穆里尔若有所思，我该怎么办？伊洛纳达竖起一根手指，只要你对食物比对恋爱更感兴趣，就永远抓不住男人。穆里尔扬起下巴，你那么说是因为自己有未婚夫吗？伊洛娜点点头，是啊，不过就像用钱买来的。穆里尔看着他，没有爱吗？伊洛娜背过身去，有钱不就有爱了吗？一个男人的声音响起，打扰一下，请问是穆里尔贡扎拉小姐吗？穆里尔心头一跳，脸颊泛红，我是，请问。一个男人优雅的鞠躬，他伸出手，这才是真正的护卫。穆里尔好奇地问，我们要去哪里？男人微微一笑，我将护送您前往王宫，陛下正在等您。穆里尔追问，为什么？男人垂下目光，恕我无可奉告。穆里尔双手抱头，为什么不呢？我该怎么办？马车停稳，车轮静止在石砖路上，我将引导您前往王城，陛下正在等候。穆里尔睁大了眼睛，什么为什么？他侧过脸，恕我无法亲口说明。穆里尔的脸色瞬间苍白，我该怎么办？打晕他，逃回领地吗？不，身份已经暴露了，他们会立刻抓住我，这是最糟的情况。王城在阳光下矗立，红碗耀眼，穆里尔被2名护卫夹在中间，我要死了吗？如果是这样，我应该在都城多吃点甜点的。穆里尔垂下头，悔恨淹没了他，我应该把零用钱都花光，而不是存起来。国王的声音响起，穆里尔贡扎拉，男爵之女，抬起你的头。他捏着一颗蓝色玻璃珠，这个是你的吗？那颗珠子在他指尖闪光，他们知道了。穆里尔瞳孔收缩，冷汗滑落脸颊，他低着头小声回答，是，他们要处决我了。父亲、母亲、姐姐还有弟弟妹妹们，再见了。国王坐在王座上质问他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穆里尔闭着眼，因为我以为约阿希姆王子
疯了。国王眼神锐利，你的想法没错，但你的方法很拙劣。穆里尔身体一颤，但是国王闭上眼睛，我很感激你阻止了约阿希姆，如果他再做出更丢脸的事，我们就只能剥夺他的继承权了。因此这件事我就不追究了。穆里尔僵直地站着，不知怎地，感觉我是死里逃生。国王继续说，你的身手不错，要不要考虑加入骑士团？穆里尔睁大了眼睛，随即他低下头微笑，我要回到我的领地，我决定回到我的人民身边。国王看着他，我明白了，那么我会派人送去一些赏赐，我会赏赐金钱和物资，如果你还有别的愿望尽管说。穆里尔手握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都城的10条规则。第1条，绝对服从王室，绝对服从王室，既然他们主动提出赏赐，我就可以说出我的愿望吧。穆里尔抬起头，眼神坚定，那么我希望得到一个健康的丈夫，他要精通医学、法律、测绘和土木工程。他绽放出灿烂的笑容，还有我希望他能带来尽可能多的嫁妆。王座厅内一片死寂，国王与群臣面面相觑，穆里尔站在原地等待答复。国王轻咳一声，他手托着下巴陷入沉思，然后他开口，好，我们来找一个。男人领着穆里尔穿过走廊，请叫我杰克。他推开一扇门，请进。穆里尔走入一间华丽的房间，杰克站在门口。穆里尔看向墙上的一幅肖像画，啊，那是约阿希姆王子，还有陛下。他的视线被画中另一个人吸引，穆里尔的瞳孔放大，他凝视着画中那个金发的男人，他穿着紫色的华服。这个人是谁？一个声音在他身后响起，阿尔弗雷德·罗森霍普特。穆里尔猛然转身，脸上写满惊讶。穆里尔喃喃自语，罗森霍普特，他是王室成员吗？阿尔弗雷德微笑着，是的，我是国王的弟弟。他接着说，你不记得我了吗？那时我伪装了身份，你在森林里帮过我，我一直没能好好道谢。穆里尔一脸震惊，阿尔弗雷德王子，国王的弟弟。阿尔弗雷德笑容更盛，叫我阿尔就好，毕竟我就要成为米莉的未婚夫了。穆里尔的脸瞬间扭曲，什么？阿尔弗雷德温和的解释，我们那时不是约好了吗？我已经安排好一切，随时可以和你结婚。他凝视着他，你想什么时候举行婚礼？穆里尔全身僵硬，像一座雕像。什么？门外的护卫们身体猛地一震。阿尔弗雷德拉着穆里尔坐下来，坐下慢慢聊，我准备了美味的蛋糕，一块精致的草莓蛋糕摆在桌上。穆里尔的眼睛亮了一下，阿尔弗雷德拿起叉子，我喂你。穆里尔拿走叉子，不，谢谢。他的语气冰冷，这样会破坏蛋糕的风味。阿尔弗雷德王子不吃吗？阿尔弗雷德挑起眉毛，他伸出手从他嘴角上捻走一点奶油。阿尔弗雷德舔了舔手指，嘴角上扬。穆里尔瞪大了眼睛，真的有人会这么做吗？他手托着脸颊，幸福的闭上眼。穆里尔则面无表情地吃着蛋糕，他侧过头，您能稍微退开一点吗？您太引人注目了，我没法专心吃东西。阿尔弗雷德睁开眼，米莉，你是第一个这么对我说的人，这真让人受不了。穆里尔插起一大块蛋糕，自言自语，像他这样英俊的王室成员，为什么会想娶我？阿尔弗雷德微笑着回答，因为我爱上你了。穆里尔的叉子停在半空，我说出口了吗？阿尔弗雷德看着他，米莉的心事都写在脸上，我就喜欢米莉现在的样子，别担心，每天抱着你，你就会习惯的。他闭上眼，我的公主。穆里尔面颊泛红，你怎么能用那种表情说出这种话？阿尔弗雷德睁开眼，我以为女孩子都喜欢这样，你不喜欢吗？穆里尔垂下眼帘，也不是不喜欢，只是不知道该作何反应。阿尔弗雷德的手覆盖在他的手上，随你喜欢，我想看见米莉的所有样子。他抬起他的手亲吻他的手掌，穆里尔的脸涨得通红，他猛地抽回手，整个人蜷缩起来。阿尔弗雷德轻笑出声，真有意思。穆里尔把脸埋进膝盖，别捉弄我了。阿尔弗雷德看着他，但我从未见过像你这么有趣的女孩，不是吗？穆里尔低着头，不是不行，只是感觉不安。阿尔弗雷德微笑着，慢慢就习惯了。他接着问，我们什么时候去领地拜访你的父母？明天吗？穆里尔瞪大了眼睛，啊，我是国王的弟弟，如果我想，随时可以用权力确定我们的婚约，但我还是想先拜访米莉的父母。穆里尔小声说，可是您真的要成为我的丈夫吗？那是不可能的吧？阿尔弗雷德摆摆手，没关系，我什么都能搞定。他坐回沙发，我清除了所有障碍，但这不代表没人会干涉。如果我们拖延，不知道会传出什么话。阿尔弗雷德看向穆里尔，米莉是我的未婚妻，你不高兴吗？穆里尔转过脸，我不是不高兴，只是太突然了，我跟不上节奏。去领地要好几天，正好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慢慢考虑。阿尔弗雷德笑容灿烂，我明天来接你。穆里尔勉强挤出一个微笑，好的。穆里尔拉开窗帘，陷入沉默。一道声音在他脑中回响：米莉，你不高兴吗？嫁入你家的人是我。阿尔弗雷德温柔微笑。一辆华丽的蓝色马车驶来，车轮滚动发出轻响，人群驻足围观，窃窃私语。马车队伍延绵不绝，穿过城镇街道。一名男子走到门前，伸手拉响门铃，清脆的铃声响起，门扉微开，穆里尔从门缝中探出头，神情紧张。阿尔弗雷德张开双臂，笑容灿烂。米莉，我来接你了。莱昂哈特与伊洛娜站在人群中，满脸震惊。米莉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阿尔弗雷手抚胸口，抱歉这么仓促，但我的立场特殊，必须尽快安排订婚。马蒂尔达神情不舍，您要带走我们的小姐。伊洛娜抱住穆里尔，米莉。伊洛娜靠在穆里尔肩上，脸上写满担忧。我们还会再见面的吧？阿尔弗雷德露出温和的笑容，别担心，我们也会在这里举办婚礼。伊洛娜抬起头，眼中闪烁着希望。真的吗？莱昂哈特在一旁脸颊泛红，他居然问真的吗？伊洛娜抓住穆里尔的手臂，米莉，你还好吗？你不反对吗？穆里尔摇摇头，我没事，只是还有点困惑。他随即挤出一个微笑，我保证会给你写信，好吗？穆里尔也笑了，我也保证。两人小指相勾，我们会永远是朋友。穆里尔轻笑，永远是朋友。
莱昂哈特走进穆里尔，保重，米莉，有事就跟我说，虽然我可能帮不上忙。穆里尔转身看着他，谢谢，莱昂哈特，你已经帮我很多了。莱昂哈特握住穆里尔的手，当然了，我们是朋友不是吗？穆里尔肯定的点头，当然是。一个棕色行李箱放在地上，穆里尔与马蒂尔达紧紧相拥，依依不舍。穆里尔从车窗探出身子，他微笑着挥手，我走了，但我会回来的，好吗？马车队缓缓驶离，在阳光下渐行渐远。车厢内，穆里尔疲惫地靠在阿尔弗雷德肩上，睡着了。阿尔弗雷德看着他，当他坐在身旁肩头相触，一股暖流传遍我的身体，温暖我的心。但那个烦人的公主一靠近，我就会起一身疹子。从小就被女孩们包围，她们只迷恋我的身份和容貌。随着年岁增长，这一切变得难以忍受。她们皮肤苍白，毫无血色，她们的裙子紧绷，勒住纤细的腰身，她们的香水味混杂，汇成一股恶臭。黑暗中，无数双眼睛潮湿而贪婪，紧紧盯着我，令我怒火中烧。一次花园茶会，各种香水混着玫瑰的芬芳，我的头痛再也无法抑制。在那之后，我开始呕吐。17岁那年，邻国拉格扎尔的3公主蕾切尔向我提亲，她年仅12，却已散发出令人不安的成熟魅力。父亲，我还不想订婚。他的父亲面色冷峻，阿尔弗雷德，婚姻是王室的责任，你没有权利拒绝。阿尔弗雷德垂下眼帘，神情痛苦。从我们相遇的那一刻起，蕾切尔的眼神就吞噬着我，让我毛骨悚然。食人花般的巨口张开，獠牙滴落咸液将她包围，她双手捂脸，浑身颤抖。一个如毒花般美丽的女人，一点点蚕食我的理智。后来我们通过密探发现，蕾切尔一直携带催情剂。为了取消婚约，我和杰克制定了一个计划。我们提议举办一场没有守卫和侍从的私人茶会，蕾切尔一方欣然接受。蕾切尔露出微笑，只属于我们2人的茶会，真是太美好了。他手托脸颊，眼神迷离。我能叫你夫妇吗？阿尔弗雷德端起茶杯，或许现在还太早。如果被爱嚼舌根的贵族听到，他们会说你不检点。蕾切尔的笑容更深了。殿下，您真善良。她穿着露肩的蓝色长裙，在日间茶会显得格格不入，像个普通的妓女。茶杯见底，只剩一滴红色的液体。哦呀，你的茶喝完了。他提起茶壶，要再给你倒一杯吗？阿尔弗雷德将茶杯凑到唇边，不是烈性药，是温和的那种。我假装喝下，头有点晕。茶杯倾倒，红色的液体溅出，我故意打翻了茶。蕾切尔立刻上前，殿下，您还好吗？阿尔弗雷德扶着额头，我感觉不舒服。蕾切尔扶住他，请躺下休息。他躺在沙发上，呼吸急促。蕾切尔的眼神炽热，他俯身靠近，我来帮您松松衣服。他的手伸向阿尔弗雷德的胸口，好了，放松。他凑得更近，我会让您舒服的，殿下。我的夫妇。阿尔弗雷德闭着眼，汗珠滑落。蕾切尔，住手，这不对。蕾切尔的脸颊泛红，眼神狂热。无论婚约与否，行为本身就足以将我们绑定。阿尔弗雷德紧闭双眼，汗水浸湿鬓角。杰克，快来，快点！房门猛地被推开。阿尔弗雷德殿下，蕾切尔公主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哥哥，帮帮我！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吧，心意我领了，但请不要再提亲了，除非阿尔弗雷德自己想结婚，这件事不会就此结束。公主婚前的不检点行为，让整个婚约安排彻底崩塌。从那以后，我专注于履行职责，这是重返王室的唯一途径。哥哥偶尔会问起我的婚事，但从不强迫。穆里尔的绿色眼眸缓缓睁开，他揉了揉眼睛，看来我睡着了。阿尔弗雷德的手臂环绕着他，他将脸埋在他的发间，阳光的味道真让人安心。穆里尔脸颊微红，真的吗？难道是因为我在外面晒衣服？他接着说，对了，阿尔弗雷德殿下，你不再用香水了，你知道的，只要不在森林里喷香水，大概是没问题的。阿尔弗雷德轻声纠正，是米莉，我本来就不喜欢香水，只是用来驱赶虫子。穆里尔恍然大悟，原来如此，那味道确实干净又锐利，是很好的驱虫剂吧？我的香水是我无奈之下的发明，警告那些不停喷洒香水和精油的贵族。阿尔弗雷德对气味极度敏感，只有他亲自批准的香气才能靠近他，但这样的香气从未存在过。我在沉闷乏味的日子里终于找到了平静，但那份平静如今已荡然无存。穆里尔的出现彻底击碎了那份平静，他坐在他身旁，手臂环住他的肩膀，和我亲爱的米莉一起。穆里尔轻声呼唤阿尔，他一遍又一遍阿尔阿尔。阿尔弗雷德笑着说，是的，给我好好的叫10遍。穆里尔一脸疲惫，可以停下了吗？已经够了吧？阿尔弗雷德微笑着，不过从现在开始，每当你叫我阿尔弗雷德殿下，他凑近，我就会亲你的脸颊。穆里尔如遭雷击，这家伙在说什么？穆里尔勉强开口，那个，你这么说不觉得难为情吗？阿尔弗雷德笑容灿烂，完全不觉得。罗伯特坐在书桌前，他握紧拳头，不知为何有种不祥的预感。一个仆人敲门进入，罗伯特大人，王室派来的信使到了。罗伯特猛然起身，什么？他快步走出，与仆人一同迎接访客。我是罗伯特贡扎加，王室派您来此有何贵干？来这抚胸行礼。我是马修盖布勒，阿尔弗雷德王子的随从兼护卫。他递出一封信，这是王子殿下的文件，请您过目。罗伯特接过信件，仔细阅读，他的神情变得凝重。罗伯特询问王子殿下何时抵达？马修回答最快2天后。罗伯特额头冒汗，什么？马修继续传达，殿下指示您不必特殊准备，一切照常即可。罗伯特背过身去，那可不行。马修面带微笑，殿下完全被穆里尔小姐迷住了。他解释道，他担心给穆里尔小姐的家人或是给您带来任何负担。罗伯特内心抓狂，那倒是早点告诉我们啊。马修仿佛看穿一切，我想您一定是这么想的。罗伯特大惊失色，他怎么知道的？马修依旧微笑着，我不会读心，但我会看脸。他抚胸保证，我奉命协助您的家族，定会竭尽所能倾囊相助。罗伯特松了口气，感激不尽。马修看向罗伯特身后，然后请您叫您的家人来。罗伯特转身，他们已经来了。罗伯特大声宣布，大家听着。他张开双臂，穆里尔抓住了阿尔弗雷德王子的心。罗伯特兴奋不已。2天后，穆里尔和王子将抵达这里，全家人目瞪口呆。穆里尔和王子，罗伯特激动地挥舞手臂，我们
们一刻也不能耽搁。他指向一个男孩。哈利敲响警钟6次。男孩困惑地问：“父亲，6次警钟的意思是一场危及领地生存的危机，它召唤着我们所有的人。”罗伯特打断他：“没错，如果这不算威胁领地存亡的危机，那什么才算？2天后，我们将在这里欢迎皇室成员。”罗伯特再次命令：“哈利，快去！”马修抬起手：“殿下不会介意。”哦，米莉，你把我们卷入了什么事情当中啊？钟声响彻云霄。罗伯特站在讲台上，向广场上聚集的领民宣布：2天后，穆里尔将带着未婚夫回来。他顿了顿，他的伴侣是阿尔弗雷德王子殿下。人群中爆发出低语：“王子，这是真的吗？为什么？我不知道。”他们说王子为穆里尔神魂颠倒。人群开始议论，也许是老妇人们教的秘籍，是因为穆里尔小姐使用了秘籍，效果才这么强吗？一个老妇人说：“如果这不算是我们领地的喜事，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去死。”马修头痛欲裂，这个领地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罗伯特高声宣布：“好了，现在我将宣布最高优先事项，第一，整整1周，绝对不许有任何人死掉，不管怎样都要活下来。”他神情严肃：“王子殿下正在访问，我们不能举行葬礼，明白吗？”人群中一片哗然。什么？真的吗？小心点，别死了。罗伯特继续：“第二，从现在开始，所有人每天都要穿鞋，没有鞋的，等下告诉我。第三，拿出最好的食物和酒，准备一些能满足王子殿下口味的东西。第四，对厨艺有自信的人，稍后去夏洛特那里集合。”他指向远处的宅邸。第五，我们要修缮宅邸，还要彻底打扫。明天开始，有空的人都去宅邸集合。罗伯特握紧双拳：“好了，我们将倾尽全力招待好王子殿下。”他发出最后的号召：“各位拼命干活吧！”人群齐声高呼：“是，先生。”马修站在罗伯特身旁，他垂下眼帘：“王子殿下，非常抱歉，我无法阻止他们。”马车缓缓驶来，阿尔弗雷德呼唤：“米莉。”阿尔弗雷德微笑着：“坐了这么久，一定累了，要不要稍微走走？”穆里尔点点头。他们走下马车，并肩漫步在青翠的草地上。阿尔弗雷德握着穆里尔的手：“我想更多的了解你，米莉。”穆里尔有些意外：“阿尔弗雷德提问：“你最喜欢什么颜色？”穆里尔想了想：“绿色吧，森林的颜色。”阿尔弗雷德又问：“最喜欢什么动物？”穆里尔回答：“我喜欢吃牛头怪。”阿尔弗雷德一脸惊愕：“牛头怪？”他追问道：“那不吃的动物呢？”穆里尔回答：“我喜欢所有动物，但我想应该是狗。孤单的时候，它们很有用。”阿尔弗雷德继续问：“最喜欢哪个季节？”穆里尔回答：“除了冬天都行，因为冬天不能打猎。”阿尔弗雷德若有所思：“是吗？你们领地的冬天很严酷吧？”穆里尔望向远方，只是不停地下雪。他解释道：“所以每年这个时候，我们就要开始忙着为冬天做准备了。”阿尔弗雷德轻声问：“我来的不是时候吗？”穆里尔笑着摇头：“别担心，大家早就习惯了。”他解释道：“而且除了旅行商人，平时根本没人来，我们总是热烈欢迎访客。”穆里尔补充：“偶尔有旅人出现，对我们来说是件大事。”阿尔弗雷德问：“因为能听到新故事吗？”穆里尔回答：“那是一个原因，我们也想设法让他们在领地定居，我们需要新的血液。”他望着远方，血缘太近不好，所以要尽可能吸引新的人来。罗伯特询问：“你们一行有多少人？”马修回答：“我们共10人，5辆马车，14匹马。”罗伯特点头：“我们会安排你们住进宅邸和附近的空屋。”马修颔首：“非常感谢。”罗伯特又问：“我们该为殿下准备什么样的餐食？”马修回答：“和大家一样的就行。”马修看着罗伯特：“我知道这或许难以置信，但殿下真心希望融入这里。”他继续说道：“我们这些随行人员也一样，请务必像往常一样生活。”罗伯特闭上眼，长舒一口气：“不过鞋子他总归是要穿的吧？”“那当然了。”马车队缓缓驶入城门，领民们纷纷驻足围观。穆里尔心想：我完全理解大家的心情，我也不知道该如何迎接王室。罗伯特对阿尔弗雷德说：“阿尔弗雷德殿下，欢迎您，我们很荣幸您的到来，对此我很抱歉。”他轻声呼唤：“阿尔，你累了吗？”罗伯特身后的孩子们兴奋地指向一个方向：“我们为您准备了房间。”他们引导着：“这边请。”罗伯特的手搭在穆里尔肩上。米莉，罗伯特的声音充满困惑：“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贡萨加家族宅邸，罗伯特问：“怎么样，米莉？这是什么意思？告诉我一切。”穆里尔绘声绘色描述了事情经过。罗伯特扶住额头：“我完全不明白，阿尔弗雷德王子真的要统治这里吗？这么弱的领地，这有可能吗？”穆里尔双手抱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穆里尔站起身，他抬头看着罗伯特：“那么父亲？”穆里尔俏皮的眨眼，竖起大拇指：“请稍后亲自问殿下。”罗伯特张着嘴，手指抵住下唇，他一时语塞。穆里尔微笑着说：“我来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父亲罗伯特，母亲夏洛特，姐姐玛丽娜，还有姐夫托尼奥。这是我的弟弟们詹姆斯、哈里森、丹尼尔，还有威廉。”穆里尔挥了挥手：“还有祖父母、叔叔们，不过那些之后再说。”阿尔弗雷德面对着穆里尔的家人们：“我叫阿尔弗雷德，请叫我阿尔。”阿尔弗雷德手抚胸口，笑容灿烂：“突然造访，实在抱歉，想必各位很惊讶吧？我迫不及待想娶米莉，所以马上就赶来了。结婚？”罗伯特和家人目瞪口呆，全体石化。阿尔弗雷德接着说：“我在想，我们可以跳过订婚，饭后我们再谈细节吧，岳父大人。”岳父大人，罗伯特下巴快要脱臼。餐桌上摆满食物，穆里尔的家人们正在布置，大家双手合十，闭上眼睛，石头和肉，感谢这顿饭。阿尔弗雷德静静坐着。阿尔弗雷德举起手：“啊！”他好奇地问：“你们刚才说的是什么？我还是第一次听到。”罗伯特手抚胸口：“抱歉，殿下，这是我们领地的传统餐前祷告，我一时习惯就……”阿尔弗雷德眼神明亮：“我明白了，你们不愧被称为石头子民，似乎有很多有趣的传统，我很期待。”餐桌上气氛活跃起来，众人开始用餐倒酒分食。阿尔弗雷德
看着大家，想必各位都很担心，我就先说了。他微笑着宣布，我无意继承这片领地，我会准备好嫁妆的。接着他看向罗伯特，和米莉结婚后，我们会搬到合适的王室直辖领地，那才是我打算统治的地方。稍后我会和您详谈细节，罗伯特大人。阿尔弗雷德继续说，当然我也会考虑米莉的意愿。阿尔弗雷德眼神温柔，他凝视着穆里尔，如果米莉想永远留在这里，我也不介意。总之我们会在这里住几年，我想学习治理，积累与民众互动的实践经验。首都的情况完全不同，王室与平民的隔阂太大了。饭后，罗伯特和阿尔弗雷德在书房对坐，他开口道，阿尔弗雷德殿下。罗伯特神情严肃，请允许我再问一次，您真的希望娶穆里尔吗？阿尔弗雷德微微一笑，是的，如果米莉允许的话。罗伯特做出决定，那么我同意穆里尔嫁给殿下。阿尔弗雷德抬手制止，不，既然我们约定好了，我将入赘您的家族，成为一名上门女婿。罗伯特面露难色，但是国王的弟弟入赘男爵家，史无前例。阿尔弗雷德手抚胸口，他微笑着说，那么我就是第一个，不过为了堵住悠悠之口，我觉得有几个步骤需要走。罗伯特侧头询问，比如？阿尔弗雷德说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授予米莉贵族头衔。罗伯特单手扶额，但我们没有正当理由。阿尔弗雷德眼神一凛，不，我们有，他解除了女巫对约阿西姆的洗脑，他救了我的命，他还屡次为王室化解危机。罗伯特身体前倾，您说他救了您的命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阿尔弗雷德回忆着，在森林里我差点被野猪袭击，是他救了我。阿尔弗雷德胸有成竹，这样一来3级晋升是可能的，首先授予米莉女男爵的头衔，然后从男爵到子爵，再到伯爵。罗伯特手托下巴，穆里尔成为伯爵。阿尔弗雷德指向一张地图，领地不成问题，可以是王室直辖领地，米莉想要哪块地我就给他哪块。罗伯特依旧有些顾虑，这可能会损害王室的威望。阿尔弗雷德双手交叠，他平静地说，安排已经就绪，我和您的岳父塞伦蒂亚子爵谈妥了，一直保持中立的塞伦蒂亚子爵将加入恩戴尔公爵的派系，这样恩戴尔公爵就成了最大派系的领袖，他也会成为约阿西姆的岳父。罗伯特震惊，那是？阿尔弗雷德身体前倾，有了这个就无人能反对王室，王室将不可动摇。阿尔弗雷德眼神坚毅，我会不惜一切代价赢得米莉，所以可以请您相信我吗？桌上的茶杯冒着热气，罗伯特陷入沉默，他闭上眼睛，似乎在回忆什么。罗伯特睁开眼，目光柔和，请让米莉幸福。阿尔弗雷德手抚胸口，笑容温暖，谢谢您。米莉是靠自己的力量获得幸福的人，但我会尽我所能让她更幸福。他伸出手，岳父大人。罗伯特握住他的手，拜托你了。两人双手紧握，阳光透过窗户洒满整个房间。阿尔弗雷德和穆里尔在林间漫步，穆里尔问，有什么缺的或是不习惯的吗？阿尔弗雷德回答，我很好，但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还不够多。穆里尔侧过脸，我们不是经常见面吗？穆里尔捂嘴轻笑，顺便说一句，你这身衣服也很适合你。阿尔弗雷德接着说，是吗？穆里尔点点头，我只见过你穿王室的服装，所以很惊讶。他牵起穆里尔的手，这身衣服在领地里行动更方便吧？今天你要带我四处看看对吗？穆里尔点头，不过这里小道称不上观光，领地几乎是圆形的，和首都一样被城墙完全包围。他们俯瞰整个领地，圆形城墙环绕着村庄。穆里尔指向城门，有8座城门，但为了防止魔兽入侵，平时都是关着的。阿尔弗雷德回应，我明白了。穆里尔继续介绍，8座城门各有1座瞭望塔，每个塔都有2名守卫常驻，当然是轮流值班。穆里尔指向远方，守卫很重要，一旦魔兽溜进来，领地就可能被摧毁。阿尔弗雷德问，魔兽经常出现吗？穆里尔解释，真正强大的不常出现，对付他们我们用投石机，如果还不行，父亲就会用弓矛和魔剑解决。阿尔弗雷德重复，魔剑。穆里尔说，那是石头子民代代相传的魔剑，只有领主血脉中拥有棕发绿眼的森林之子才能使用它。阿尔弗雷德轻抚穆里尔的头发，你的眼睛和头发是森林的颜色，米莉。穆里尔眼中闪过一丝光芒，穆里尔脸颊微红，没错，我也是森林的女儿，还有詹姆斯和丹尼尔，父亲和祖母也是。难道说你是继承人吗？米莉。穆里尔解释，继承人是詹姆斯，领主还是男人更好，女人怀孕时无法战斗。阿尔弗雷德若有所思，原来如此，战斗比我想象中更频繁。穆里尔点头，是的。这片领地有个习俗，要献上野兽给伴侣。我是森林的女儿。穆里尔继续说，用魔剑击败的第1只野兽献给伴侣，婚姻就会幸福，所以我会为你狩猎。阿尔弗雷德凝视着他，谢谢你。他握紧了穆里尔的手，他轻声说，但我不想你做危险的事，送我只兔子之类的，不好吗？穆里尔笑着说，好吧，但是森林的女儿至少要会狩猎野猪，森林的女儿去猎兔子，大家会失望的。鸟群惊飞，掠过树梢，突然一阵钟声响起，1声、2声、6声。穆里尔脸色一变，还有狩猎号角，这是大型魔兽群的信号。他立刻站起，转身奔跑。请在宅邸等我。阿尔弗雷德追上去，米莉，我也跟你去。穆里尔停下，他攥紧拳头，不行，你能答应我吗？永远不要越过城墙。阿尔弗雷德紧紧抓住穆里尔的手，我保证。